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吸血鬼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吸血鬼这个英雄啊，弗拉基米尔啊，这个英雄呢，新皮肤啊，还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但还是得看一下他后面怎么样。特效看起来还是不错，而且它的推荐出装的话，这一局的推荐出装也是跟以前就是这版本完全不一样，不能按以前常规的第一件法爆球，因为之前是有做那个窃魂法典嘛，有大招，前期第一件就做窃魂法典，然后让大招加起来，然后后面大猫一做，哇，猛猛吸。但是版本那件装备被删除了，然后 W 技能啊，尽量不要满血的时候去开啊，尽量是血量低的时候去开，因为它是消耗你的百分比血量。哎，看没有？这里开个血池规避一下伤害。哇！突然天空打了一个非常响的雷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里面听到？哇，又久啊！连续打了5分钟，就是那种尾声特别久那种，吓死我了！最近这种鬼天气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外面会不会受影响，因为好像有一个台风不是吹上了那个浙江嘛。然后应该台湾那边也会受影响吧，应该下的雨比较大。啊，法术鞋加一个减 CD 的小书，这个书的话是有一点点的减 CD 的。哎，我怎么感觉像那种他现在出的皮肤有点像那种名牌包包联名的那种感觉，他这个技能啊，就这样送了，没什么，我感觉没什么那种兑现的价值哦，就是没什么教学意义。对面开始睡着了，感觉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其实亚索前期打的挺凶的，但只不过这边吸血鬼的话处理的会更好。换血这面都换不过的感觉，没关系啊，再点个果子啊，处理的游刃有余啊。风墙是挡不了他这个 Q 的啊，对面有点像演员，但他大师单排应该不属于是。炸一下。Q 吸一口，风墙是挡不了。我感觉这个亚索应该是人机。你看没有？他 Q 的那一下，他永远都是放风墙的，因为你都明牌的知道他的 Q 技能你是躲不掉的。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人机局，亚索绝对是人机。但这波。那 A 平 A 的起手就给盾，这个是绝活哥吗？对面亚索是绝活哥吗？但绝活哥也不可能是这样子啊！大招给出去以后，血池 E 技能加大招爆，最后一下接平 A 掉了。这个一塔的塔皮还是不要去碰啊，这血量还不是很安全。如果一个盲僧 W 闪过来，直接一个神龙摆尾，然后你就没了。
这里的话平 A 接 Q 啊，这样的话伤害能稍微打多一点，能更好的去消耗对方。这里 W 躲掉对方一个 E， 直接收割掉了。哎，真的看起来像人机。对面盲僧在上路漏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关系，可以直接去吃对方塔皮。这边对方中单和盲僧都出来了，赶紧回家。这边你可以看到，他带着果子天赋以后啊，就是习惯性的会去 A 果子，就是这样，这种就是能让你快速发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点。这里的话，他打算第二件就直接做杀人书啊，就是有优势可以这样子玩，没优势不要这样玩。其实他这样子出装，估计不是第二件是选择推棒啊。你们不要第二件去做推棒啊，第二件最好是做那个大帽，直接做大帽。第二件。炸一下，接一个 Q 收割掉。其实第二件做峡谷制造者也是可以的。对面感觉就是那种很明显的实力不是在同一个线上的，而且我感觉对面亚索就像个人机一样，玩的就是很迷离啊，就是属于那种福利局那种感觉都。但对面的小法5-2啊，这是有多变态啊！我感觉这一局不会看起来像表面的那么轻松。我会说这边估计也有人机，只不过你能看出来这边谁是人机吗？你们自己从头看到尾，有可能这个打野或者说这个双人路里面有一个是人机。炸一手，一个 Q，W 规避对方的伤害，但这边被减速了，难受。这提莫的蘑菇好恶心啊！这个题目啊，
职业选手，我跟你说啊，一个蘑菇算了一整10分钟，算到了这一点啊，放了个蘑菇，然后把这个亚索给救下来了。没事的，这局说实话没那么简单，我就这么跟你说，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一个大招过来，小法，拉扯，哎，队友过来，哎，他这个大招啊，我刚刚看到一点特效，就是你们如果没看清的话，可以拉回去看啊。他的大招丢到对方亚索身上的时候，总感觉对面亚索身上有风的那种，就是有那个2段 Q 的那个伤害，有那个效果。这打起来了，2个人，一个 E 炸掉，再一个 Q 往后拉，吃果子。哎，对面打吸血鬼也不做重伤，想不明白。闪现过来被晕住，哎，炸一下没炸死。哎，看到没有？他这里大招。就有一种亚索身上有那个风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打团战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看那么细嘛？你只要瞄一眼，感觉身上有风，赶紧躲。W， 哎呀，规避了一波伤害，差一点就出事了。他这里面玩得很随意啊，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挂了杖大招以后，打一套输出 ，Q 技能是 Q 不出来了 ，CD 了。0-7的亚索，然后小法很猛，我感觉对面小法会将成为这一局的后期大魔王。这说实话，这看起来像翡翠局，但其实他又是大师局，还是单排大师。哇，这蘑菇阵，到处都是地雷。那对面提莫其实玩的一般，因为会玩的提莫不是这样子给的，因为到这个分段啊，大家都懂，然后我也会去利用扫描针对这个提莫，开 W 往旁边拉，闪现直接出来。队友开始有点投降了，就很莫名其妙啊！就是有优势，然后就莫名其妙去点大龙，点投降了。然后这打野说：“你在教我做事儿，我就不过来。”我跟你说，这打野绝对是人机，包人机的。哇！哎，我最近也是很神奇，觉得喵的全是人机，有一些人。
啊，还好啊，这边伤害够啊，自己秒龙也够快。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技能 CD 啊，其实还是不太够用啊，就是够用，就是应该说是够用，但是那种要去1打几的话，到这个时候还是要等把这个装备给刷出来。先秒一个，再靠过来一个大招，再 Q 一下，就是疼啊！好，不推塔，要出事了。没躲掉吗？哎，躲掉了。走位还是到位。像吸血鬼，他这里就讲到吸血鬼做风暴狂涌嘛，就是一波团战，其实20多秒，其实也就差不多了。相当于你这个风暴狂涌的话，在团战里面只能触发1次啊。开 W 过来 ，Q 吸一口，大招先挂上给对方，但只挂到了提莫。有 W 过来，E 炸一口，再 Q 吸一口。吸血鬼后期还是猛啊！完了，被踢死了。这里赶紧把这个杀人书给卖掉啊！这个时候杀人书你不是满城的话，没什么太大的收益的。还是作为一个推棒，这样的话就是操作的话可以灵活一些。对方的话又直接选择投降了。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